天选之人，你终于出现了。我要告诉你，宇宙已经向你发出了重要的信号，就像我曾经经历过的那样。你可能会感到迷失，不知道人生的突破口在哪里，但是不要害怕，你的勇气和坚强已经感动了宇宙，它将会帮助你渡过难关，改变命运。与宇宙链接其实很简单，我放在后面了。你想得到却得不到的，其实宇宙是在保护你，是你的内在真我在保护你。要记住厚德载物，只有拥有深厚的德行，才能承载万物。你的能量可能还不够驾驭你想要的东西，如果给了你，你可能无法控制的，这可能对你并没有好处。所以宇宙和你的真我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你需要做的是与内在的自己连接，接纳并感谢当下发生的一切。如果你已经陷入困境，那就提升能量，带自己回到当下平和的状态，接纳当下的发生。厚德载物才能承载万物困境，困境也是因为能量不够，所以承载不了，驾驭不了。它只是提醒你，该调整自己了，该回到内在自我了。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那么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都能轻松应对。众所周知，天地间存在着一种能量，这些能量只要一个人修炼有术，就能将之吸收为己用。不同的人吸收天地能量的效果不同，吸收天地能量的多少，也证明你的能力的大小。吸收天地能量越多，对于自身来说就越好，那么问题也随之而来。吸收天地能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想吸收能量就能吸收得来吗？其答案是否定的。现在我们就来讨论这个话题。经过量子物理学的验证以及各类灵学宗派的发展，有非常多有关人类潜能的灵性开发相关课程与知识陆续被提出或验证。接下来的影片是最完整系统化的一篇，如果你对这方面有兴趣，一定不能错过这篇完整的介绍及实践操作的叙述。只要你用心去试，一定会有超乎你想象的成果。这个视频有点长，耐心看完必有所获。一、宇宙能量是一切的根源。这个世界的基本构成就是能量加信息，这个最基本的道理你明白了，你再看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就如同1+1等于2一样简单了。而物质和能量的转换是由缘所决定的，缘聚缘散决定了能量的存在形式。任何能量、物质都是信息的载体。物质、能量可以认为是中性的，是万物共有的本质特性。拿佛家的话讲，它没有任何分别心，而信息就不同了，是分别一切物质的标识。正是因为它的不同，才导致了大千世界的千姿百态。从微观世界来讲，这个世界上看得见的物质所承载的信息，绝大多数人都能感受到，但对于虚空中气所承载的信息，就只有极少数修炼人和清净心到达一定程度的人，还有就是有缘的人可以感受得到。
道家和佛家的修炼说白了就是从这两方面来修的。道家偏重的是能量、气的修炼，佛家偏重的是信息、心的修炼。气，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概念，是一个亲自体证的技术活儿，唯有体证，方可谈论于所谓的治愈学，方可谈传统文化的继承，方可谈文明的演化。高能量需要我们从虚极静笃中感悟吸取，静不下来，虚不下来，何来什么大智慧？所谓虚怀若谷，就是形容能够含炼能量的样子。比如有的人做功德时，可能就把它放大了，放到众生的境界，那么他的心胸有多大，他吸取的能量就有多大。能量越大，能力就越强。有人概括人之一生，只是3件事：相由心生，命由己造，本自具足。很有味道。一切的最深处，就是个本自具足。本自具足处，就是个一阳来复。人一切之修炼，就是凝益于自己的元阳。人于此与道同频而共振，故得道之神力加持。修炼修什么？就是修的让自己健康长寿、快乐幸福，增长智慧，让内心充满安详。所有的经历都如自然一样来得纯粹，化得干净，过程就如星光一闪而过，不为照耀什么，只是有幸装点了一刹那的天空，最终归于寂静。宇宙能量遍及宇宙，无所不在，它连接着银河、地球、人类和分子，它是众生万物之间的空间，它是使整个宇宙井然有序的连结点。宇宙能量就是生命的势能，宇宙能量是维持生命秩序和扩展意识的要素，宇宙能量是所有行动和生理功能的基础。而我们在深睡和完全的静默中，会自动接收到一部分的宇宙能量，以持续按宇宙规律自然运作。我们在接受这些宇宙能量后，再运用这个能量从事日常的心灵活动，例如观看、说话、聆听、思考和所有的身体活动。但在睡眠中获得的有限能量，并不能满足这些活动的需要，这就是我们会感到疲惫、倦怠和紧张不安的原因。这些现象导致了身心的压力和各种疾病。克服这些压力和疾病的唯一之道，就是获得更多的宇宙能量。宇宙能量是维持生命秩序、活出健康和快乐的要素。它让我们全心地专注在当下的情景，它让我们获得知识，让我们扩展意识。目前人类暂时只有透过静坐，我们才能汲取到充沛的宇宙能量。虽然很多人都知道通过打坐，一个人就能做到沟通天地，就能吸收天地能量。那么打坐时怎样吸收天地能量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天地能量到底是什么。所谓的天地能量，古人对它有一定的认识，认为它是一种气。这种气并非是我们呼吸之时的气，这种气它运行在一个人的经脉里面，经脉每个人都有，
也就是说，天地能量每个人都有，只是它的强弱，能起到的作用也不同。一般人经脉中的气，是一种最原始的气，随着一个人的成长，如果不经过修行加强，这种气只会越来越衰弱。随着一个人的修行，它就会逐渐增强。再有一个问题，即使很多人修行，他不懂得将气储存起来的话，即使吸收了天地能量，它也会慢慢散掉，最后消失殆尽。过去的道家发现了这一点，就发明了一种方法，叫做气沉丹田，或者是气入丹田，也就是在小腹部位修出一块田来，将气逐渐储存在里面。很多人以为人天生出来就有丹田，这是一种错误认识。人出生以后是没有丹田的，丹田是后天经过修行才能修出来，丹田修出来之后才能储存天地能量。过去这个是属于修行中的绝密，为什么你怎样打坐，怎样修行，也感受不到天地能量，甚至感受到了天地能量，你也无法运用它，就是你没有丹田，你的气储存不起来，如何能使用它呢？众所周知，通过打坐可以吸收天地能量，那么具体怎样吸收的呢？一般打坐它只是枯坐，除了能令身心愉悦、轻松自在之外，它是无法吸收天地能量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有丹田，形成丹田之后，你才能吸收天地能量。再有一个就是打坐时要做到与天地浑然一体。虽然很多修行的书中提到这一点，但是具体怎样做到与天地浑然一体，却不做详细说明。念过佛经的人，特别是看过心经的人知道，其中有这样一句话：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真正打坐，你就要使自己的一切都空起来，你的念头要达到一种空无的地步，仅仅只是有一种感觉，似乎是照见自己一切皆空。只有达到这个地步，你才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天地能量。这里就与人的心有直接的关系。一个人如果不懂得修心，他就无法达到五蕴皆空的地步。因为一个人的妄想执着，一个人的心念时刻不停地运转着，只有让自己的心真正地空起来，吸收天地能量，就变得很容易了。要想让自己的心变得空起来，首先你要让自己不做错事，不做坏事，这样能最大限度的让自己的心无牵无挂。因为人一旦做了坏事，他的心会有极大的波动翻腾。俗话说，平时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一个不做坏事的人，他的心始终会淡定，遇事也会很淡定。这就是佛教中讲诸恶不作，众善奉行的奥秘。过去真正修道的都有师父教，
它要教你如何形成丹田，如何吸收天地能量，如何做人，如何修自己。我过去遇到过一个道姑，她跟我说，一个人只要将一切都不放在心上，就与一名真正的修行者没有任何区别。只要这个人想吸收天地能量，随时都能做到。当然了，我们做不到任何事情都不放在心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在世俗中去修行，才能达到这一步。静坐，静坐是有意识的睡眠，睡眠是无意识的静坐。但是在睡眠中，我们只能获得有限的能量；在静坐中，我们获得了源源不绝的能量。这种能量可以提升身体、心灵和智能的力量。它开启了第六感之门，进入超感官的领域。在静坐中获得的能量带给我们松弛、健康和快乐，它也能让体能迈入一个更高的境界。其实，静坐就是意识回归自性的旅程。在静坐中，我们有意识地由身体开始，进行穿越心灵、智能、自性和更高境界的旅行。不过，我们要先停止一切的身心的功能，才能达到真正静坐的目的。也就是说，停止肢体的活动、观看、说话和思考，达到放空入定的状态。现在让我们来谈谈静坐的方法。静坐的第一步就是姿势。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坐姿，选择一个让你感到很舒服、很稳定的姿势，坐在地板上或者椅子上都可以，或者在任何一个我们感觉舒服的地方，舒服地坐下来，并不需要一定要盘腿打坐，要放松，完全地放松下来，单纯地放松就好。当我们稳坐好或盘好腿和双手交叉好的时候，身体形成的能量回路会让身体更加稳定。眼睛是心灵之窗，所以应该把眼睛闭上，持咒或内外在的对话都是心灵的活动，所以也应该停止。身体放松之后，意识就会进入心灵和智能所在的第二个区域。心灵只不过是一堆念头而已，纷杂的念头会不断地浮到心灵的表层，念头会带来各种已知或未知的问题。这是静坐的关键，也是唯一的法门。不要追究你的念头，不要执着在各种妄念、问题或念头上，断绝念头，停留在眉心的位置上。这是一个没有呼吸也没有念头的状态，你所有的念头都止息了，我们称为无念的状态。这是一个静心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开始接收源源不绝的宇宙能量。做的时间越久，我们接受的宇宙能量就越多。宇宙能量在我们的身体内流动，这个能量体也叫做以太体。能量体以太体。能量体以太体是由72000个气脉或能量管所组成的，每一个能量管都由头顶的部位出发，这个部位叫做泛穴。这些气脉像植物的根和枝丫一样，伸展到全身的每一个部位。能量体是生命的基本设计，这个能量体是所有活动甚至存在的主要源头。
能量体会在我们深睡和静坐的时候自动接收宇宙能量，我们使用接收到的宇宙能量进行观看、说话、倾听、思考等身心活动，这些功能都靠着我们接收来的宇宙能量才能运作。我们的念头决定了宇宙能量的流通，念头会阻碍宇宙能量的畅通。换言之，念头是阻挡宇宙能量进入身体的绊脚石，进入身体的宇宙能量变少，能量管理的能量就会耗尽，然后能量体就会出现以太波动，以太波动逐渐导致身体的疾病。换言之，所有疾病的肇因是因为遗体缺乏能量。静坐的时候，我们可以获得充沛的宇宙能量，宇宙能量在能量体内的所有能量管内流通，宇宙能量强大的流逝可以清洗所有的以太波动。以太波动清洗干净以后，我们就摆脱了疾病。能量开始在泛血流动的时候，我们的头部或全身会有沉重的感觉。某一特定区域的能量管清洗干净的时候，身体会有刺痒或疼痛的感觉。有时候，身体的不同部位都会感到疼痛，这种疼痛不需要吃药，多做一些静坐之后，所有的疼痛感会自然消失。透过静坐获得越来越多的能量，可以让我们摆脱所有的身心疾病。在金字塔里静坐，它的效果比一般的静坐快3倍。现在为各位介绍金字塔和金字塔的威力。4. 金字塔的威力。金字塔是地球上最稳固的结构，也是接收最高宇宙能量的地方。金字塔以52度51分的角度形成，这个角度让金字塔接收到最高的宇宙能量。金字塔可以用任何建材制造，金字塔的建材不会影响宇宙能量的接收。金字塔的4个端角必须与东、西、南、北4大方向对位，宇宙能量累积在金字塔13的高度，这个位置就叫做国王的密室。宇宙能量在最强的国王密室里向整个金字塔扩散，在金字塔顶端安置一个水晶，可以把接收的宇宙能量强化后再扩散到其他的部位。在金字塔里静坐，我们达到无念状态的速度比其他地方快3倍。金字塔可以与高层的频率沟通，在金字塔里静坐有治疗的效果，也可以提升静坐的体验。5. 第三眼。第三眼是灵魂用来观看、感觉和倾听高频率实相的利器。我们把这3种灵魂的功能称为第三眼。静坐中可以获得更多的能量，更多的能量可以开启我们的第三眼，这是一个非常殊胜的经验。第三眼开启的时候，前额会产生刺痒或拉扯的感觉，我们开始瞥见各种色光在身边回绕旋转，也能听见喃喃的低语声和走路声，有一种仿佛在漆黑的隧道里旅行的感觉。以太体由静坐中获得足够的宇宙能量后，第三眼的视力越来越精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世间和其他存在界的景象。精纯的第三眼让我们拥有比肉眼更透彻的视觉，我们可以看到其他频率的实相，我们可以看到五官无法感知的事物，我们也会有许多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的感受。
我们会听到内在的声音或其他频率传来的乐器声。我们可以看见已经不在世的大师视线。我们可以看见大师以我们熟悉的形体视线静坐的功夫深入之后，我们开始看到以明光视线的大师。我们甚至可以在明光中认出大师的身份。佛教一般叫开天眼，我们会听到大师的给我们的讯息。我们有一种在隧道中摸索后终于与光合一的感觉。透过第三眼的体验，透过大师的讯息，透过看到或感觉到其他频率的实相，我们解开了所有生命的答案。透过它，我们有了新的选择，我们的信念改变了，我们的知觉改变了。有了第三眼的经验之后，我们对物质界的感知改变了。现在让我们来认识自性的另一个工具——星光体。6. 星光体出游。星光体出游。星光体是自性用来感知其他频率实相的工具。星光体就像我们的肉体一样，它是意识的另一个形象。在正常状态下，意识遍布在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我们接收了足够的能量后，开始感知到其他频率的实相。意识开始以星光体的形象活动。在睡梦中，我们无意识地感知到星光体的经验。在静坐中，我们是有意识地感知到星光体的存在。星光体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在意识到星光体的存在之后，我们开始感知到新的次元。在静坐中接收充沛的宇宙能量后，遍布在身体内的意识开始朝着一个点移动。意识移动的时候，身体会微微地颤动，我们会有身体在漂浮的感觉，但却感觉不到手和脚的存在。这时候，身体有一股像羽毛般的轻安感，身体的不同部位可能会出现移动的感觉，有时候甚至会有整个身体都在旋转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星光移动。静坐的经验越多，我们获得的宇宙能量就越多。意识以星光体的形象快速地旋转，接着引发身体的移动。身体移动之后，星光体开始沿着一条银带离开身体。肉体和星光体靠着这一条由高振幅意识组成的银带彼此传递讯息。星光体透过银带开始神游太虚。星光体出游就是意识离开身体，到一些已知的和未知的地方和频率去。透过星光体出游，我们获得了至高无上的知识和对自性的明白。星光体出游的时候，可以穿越一切有形的物质，例如土、水、火、风和以太4大元素。星光体可以毫无阻碍地游访其他的频率。星光体出游的时候，静坐者看到了自己的肉身，他获得了卓越的洞见。他会明白身体只是他暂时的居所，他明白自己不只是身体和心灵而已。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明白。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次星光体出游的经验。经历过星光体出游之后，我们的局限感消失了，我们明白自己是无限的。有了这一番体验，让我们明白自己就是意识，明白自己是无限的，也明白了生命中许多崭新的次元。7. 涅槃。我们接收的宇宙能量
随着静坐的功夫而不断的增加，宇宙能量改善了我们对当下的投入，身体心灵自信。对当下投入的越多，我们会对情境有更透彻的明白，这一份明白就是知识。一般人只能由情境中获得经验，无法感知到情境中蕴含的知识，这是因为他们只用形体来了解情境的缘故。但静坐者却能完全地了解情境，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只是一具肉身而已，他知道他是肉身里的居住者，他明白所有的情境都是为了生命的进化而发生的。有了这些体验，并且把体验落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获得了生命的真知灼见。这一份真知灼见开启了千万道生命的妙门，揭示了感知的新次元。我们的理解力、感知力和知识获得了无限的扩展，接着我们的意识随之扩展，开启了浩瀚的智慧之海。我们称这样的智慧是千瓣金莲，每一瓣莲花都代表着一个解悟的新次元。感知到的次元越多，我们就获得越多其他存在的知识。这一份解悟让我们知道，生命没有死亡，我们是永恒的存在。我们明白了何谓生，何谓死，把生与死。我们来到世间的时候，只是一粒宇宙意识的微尘。我们的自性以太体的结构离开了它的源头。我们为了经历独特的经验而来到世间，我们为了体验世间的经验而选择投胎的子宫。父母、环境和生命的情景，自性完全了知生命的整体设计。意识微尘选择了母亲之后，开始进入母亲的子宫。意识进入子宫后，胎儿就有了生命。肉体依照以太体内的宇宙能量和因缘而产生了形状。在第一次呼吸之前，意识会频繁地回到源头。胎儿离开母亲的子宫后，开始了他生命中的第一次体外呼吸，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诞生。从诞生到7岁之前，我们对源头是有意识的心灵在7岁的时候开始成型，在14岁时成型完整，智能在14岁时开始启动，到21岁时发展完成。在21岁到28岁之间，我们经验到了身体、心灵和智能的结合。从28岁开始，生命的发展完全仰赖自信的知识。一个对自信没有觉知的人，他的意识就会停滞在身体和心灵之间。意识的停滞是悲苦的开始。这样的人不了解生命的情景，他的生活中充满了危机。他开始进入僵化的概念里，僵化封闭了宇宙能量的流动，能量的封闭使他饱受疾病、压力和紧张之苦。他在毫无觉知的状态下虚度一生。他不了解生命的目的何在。他由童年、青壮年到老年，在没有完成生命的目的之前离开了人间。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死亡。即使在死亡之后，保持错误肢解的僵化心灵，仍然不允许意识回归它的源头。在错误的肢解下，他创造了地狱和天堂，徘徊在一个低层的星光界里，活在自信中的生命，
让一个人在任何情境中都洋溢着喜福，即使死后可能进入较低的频率中，他终究还是会回归源头。9. 开悟。透过第三眼星光体出游和生死的知识而获得高层的知识以后，我们就会对身体、心灵、智能、自信和生命力有了圆满的了解。了解意识是能量和知识的结合，了解意识为了获得更多的能量，知识为了创造而来到世间。在这一份明白中生活，我们才能对造化的存在有更深一层的了解。有了这一份明白，我们变成了一个奇迹的创造者，然后我们的一言一语都会成真，起心动念都会化现，一举一动无处不见创意。这就是开悟。有缘之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发，请你点赞回应，回复一句接收宇宙能量。愿你早日达成觉醒开悟，收获富足美满的人生。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积累无量功德。